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杨紫新剧大火，到底做对了什么？杨紫身穿白色裙子，凭借新剧《长相思》再次登上热搜榜首。这次热搜并非因为争议，而是为了该剧即将开播进行预热。定于7月24日播出的《长相思》给观众带来了意外的惊喜。剧中的演员阵容包括杨紫、张晚意、谭健次、邓为、王弘毅等人，这样的组合让人感到惊喜。小妖和四大护法的组合很有趣。说到颜值，《安乐传》里的热巴非常漂亮，龚俊则温润如玉，堪称神仙颜值。不过，杨紫也不甘示弱，虽然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美女，但她独特的古典气质却让很多观众心动。她的眼睛天生就有种眼线效果，外眼角微微下垂，显得特别妩媚。配上简洁大方的古装妆容，整个人的气质立刻提升了许多。实际上，演员和偶像不一样，不能只看外表。现在的娱乐圈审美更倾向于白幼瘦，一旦30岁的女艺人有一点法令纹，就会被说显老；稍微丰满一点，就会被认为是不努力。杨紫这次的造型虽然和以前相似，但打破了以往的固定形象。长相思的服装化妆道具非常精致，既展现了古典美，又不显得过分夸张，让人感觉很舒服。剧组在细节上的用心，使整部剧的质感大幅提升。从目前曝光的内容来看，杨紫在剧中的表现确实令人眼前一亮。这个暑期档《长相思》能否在《安乐传》的强势竞争中脱颖而出？从市场反应来看，观众对这部剧的期待还是很高的。这或许就是杨紫的魅力，当人们认为她已经没有新意时，她总能带来惊喜。因此，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暑期档，杨紫的这一步确实明智。用实力说话，用作品证明自己，这才是真正的高手做法。杨紫的演艺生涯丰富且引人思考，从之前的国民闺女到后来的实力派演员，她的成就无人能动摇。大家还记得《家有儿女》里那个活泼可爱的小雪吗？在这条演艺路上，她这个让人又爱又恨的熊孩子，最终成就了自己。《战长沙》这部剧突然有了一个大转折，杨紫的表演令人意外。她不再是大家熟悉的那个少女，而是塑造了一个让观众印象深刻的角色。这次不仅圈内人士开始重新评价她，外界的观众也重新关注这位昔日的童星。让她演技受到好评的是电视剧《香蜜》。在《香蜜》中，锦觅的角色设定其实不太讨喜，因为她性格随意，是一个没有情感的花神之女。如果换做其他人来演，可能会把这个角色演成一个榴莲人设。但杨紫却把这个角色的层次感表现得淋漓尽致，那些情绪爆发的精彩瞬间，至今回想起来仍让人印象深刻。亲爱的热爱的之后，杨紫凭借童年一角再次圈粉无数。这次不再是仙侠剧中的深情虐恋，而是一部现实主义的都市爱情故事。从她的表演中可以看出，越是贴近生活的人物，她演绎的越自然真实。你别以为她只会演邻家女孩。从花絮和路透中可以看到，杨紫在镜头前后的表现截然不同。在学校时是一个样子，下了戏立刻变成另一个人，非常幽默风趣。这种表演上的收放自如，显示出她在演技上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。这一路上，她经历了争议和认可。有人对她的演技持保留态度，认为过于技巧化，尤其是随着年龄增长，这一点更为明显。小时候的她还能以体验派的方式入戏，但现在
像小雪那样自然的角色已经不多见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演技这东西没有标准答案，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。杨紫的共情能力和表达能力很强，她总能在关键时刻给观众带来震撼的表演，这确实是一种能力。而且你可能也注意到，她每个阶段都在不断给观众带来惊喜，这种不断进步的精神非常难得。杨紫从《家有儿女》到《香蜜》，再到现在的《长相思》，用实际行动证明了童星出身只是一个开始。她没有依赖国民闺女的光环，而是脚踏实地的向前走，从别人家的孩子成长为演技派，这样的转变让人敬佩。要知道，在这个流量至上的时代，能够静下心来专注于演技的年轻演员真是凤毛麟角。杨紫近年来的转型之路并不顺利，其中争议最大的作品是《青云志》中的陆雪琪角色，很多观众认为她的表现不尽如人意，甚至可以说是她演艺生涯中的一次滑铁卢。在《女心理师》中饰演的赫顿角色，可以看作是杨紫尝试突破自我的一次努力。然而，理想与现实差距很大，观众看完后纷纷表示，这个角色还是杨紫的感觉，完全没有心理师那种稳重的气质，显得有些尴尬。此外，肖战和杨紫合作的《余生请多指教》也让人感到失望。按理说，两人的流量加在一起应该非常火爆，但实际效果并未达到预期。细心的观众发现，杨紫走路时有些内八字，看全身镜头时容易出戏。在《沉香如屑》中，杨紫和程毅的组合表面上是为了救场，但实际上更像是自我复制。这种同质化问题短期内难以解决，她的演技确实不错，擅长把情感爆发表现得强烈动人，但回想起来，印象中只有那些让人感动或开心的瞬间。关于角色的独特魅力，我觉得很难形容。比如《香蜜》中的锦觅这个角色，给人的印象大多是花神之女，没心没肺，无情无爱。杨紫目前的情况有点尴尬，她一直演偶像剧，但面部表情显得有些僵硬，这引发了不少批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她的自信心可能会受到影响，有时甚至会陷入负面情绪的恶性循环。如果不考虑转型，这条路可能会越走越窄，最终无路可走。但说实话，演员的外貌并不是决定因素，只要演技好，找到适合自己的戏路，同样可以成为优秀演员。关键是要选对戏路。目前，杨紫还在寻找最适合自己的演绎方向。这段时间其实是观众、市场和演员角色重新定位的过程。市场和观众的喜好一直在变化，演员们也需要随之调整。杨紫能否通过电视剧《长相思》给观众带来意外的惊喜，这是大家关注的问题。杨紫的演技话题确实值得讨论，技巧派这个标签有利也有弊，用得好能让角色大放异彩，用不好则容易出问题。看她演戏，那些情绪爆发的场景，真的可以成为其他年轻演员学习的教科书级表现。她的共情能力很强，情绪表达也很到位，观众一看就能被她的表演吸引。说到文戏，就有些让人尴尬了。天机里的白夭夭前期和任嘉伦的对手戏，说实话，看的人有点无聊。不过，一旦剧情变得虐心，情绪点来了，他立刻就像变了一个人，演技非常出色。香蜜和女心理师在创新方面有所提升，但和一些优秀作品相比，还有很大差距。这种差距就像是一个短跑运动员在冲刺上很擅长，但要跑马拉松就可能显得吃力。从杨紫的花絮和路透中可以看出，她是一个很有分寸感的人。这种性格特质直接影响了她的表演风格，在戏里和戏外，她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。尽管这种表演方式显得很专业，但角色却很难打动人心，常常靠技巧取胜。
他现在戏约不断，确实火了，但在这种情况下，他更容易遇到瓶颈。就像练武一样，基本功已经很扎实，若想再进一步，他需要找到新的突破点。杨紫的共情能力很强，这是她的独特优势。不过，仅有共情力还不够，演员还要能赋予角色灵魂。陈晓旭就像《红楼梦》中的林黛玉一样，让人觉得她就是林黛玉，那种病弱、优雅、多愁善感的气质，简直和林黛玉如出一辙。再看看《延禧攻略》里的富察容音，她那种温婉善良又内心痛苦的皇后形象，让人记忆深刻。然而，杨紫无论演什么角色，她的一举一动都让人觉得是那个熟悉的杨紫，这确实有些遗憾。尽管如此，她那种爆发力强的演技风格，确实把双刃剑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在重要场景中，一个眼神，一个动作就能打动观众的心。有些人可能不具备这种能力，因此，演技这件事确实需要在技巧与感染力、爆发力与细节之间找到平衡。杨紫目前的问题可能在于还没有调整好这个平衡。只要方向正确，早晚能克服这个难关。一部新剧如何成功吸引观众？未来的市场期待如何呢？如何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？可以通过了解市场、提高作品质量来实现。结合时代背景，合理展现人物形象，塑造有情有义、生动真实的角色，是吸引观众的重要策略，也是剧作成为爆款的关键。从已曝光的素材来看，《长相思》这部剧中，杨紫饰演的小妖角色找到了一个不错的平衡点，既保留了她擅长的情感表达，又在细节上有所突破。可以说，现在的杨紫已经不再是那个仅靠颜值和亲民形象走红的小花，她不仅路人缘好、资源丰富、颜值高，更重要的是，她的演技确实很强。她全方位的提升，使她在竞争激烈的古装剧市场中仍占有一席之地。但要说真正的突破，还要看她在角色诠释上能否更进一步。优秀的演员都有一个共同特点，他们会为角色写小作文，深入琢磨人物的内心世界。老演员们会根据自己对角色的理解，设计一些小动作和特殊习惯，使角色更加吸引人。这就引发了一个有趣的问题：如何在不改变角色核心的情况下，让人物更有层次感？简单来说，就是让观众看完后能够产生更多的联想，而不仅仅是停留在这演技不错的层面。杨紫现在仿佛站在了一个十字路口，想要继续前进，就需要突破自我，如果停滞不前，可能会被市场淘汰。幸运的是，她似乎找到了前进的道路，保持自己的优点，同时不断探索新的可能。比如在这部《长相思》中，可以看出导演在角色塑造上下了不少功夫，不再是单纯的情绪表达，而是试图挖掘角色的深层内涵。这种变化可能是他出口经营转型的一个新起点。归根结底，演员这条路没有尽头，只有不断前进的步伐。杨紫目前的状态就像一颗星星，虽然还不是最耀眼的那颗，但已经发出了自己的光芒。只要保持努力，未来的机会将会很多。毕竟，杨紫已经证明了自己能够从童星成功转型。这次从明星偶像到实力派的转变，相信她也能完成。就像她每次都能给观众带来意外的惊喜一样，未来的杨紫也可能带来更多令人赞叹的瞬间和表现。